第二代 BMW 2 Series Grand Coupe 已经在马来西亚 CKD 本地组装，所以这个218 Grand Coupe Sport 是 BMW Malaysia 旗下最便宜的一款车子，它只要从218,800块起 ，Extended Service 跟 Warranty Package 要21,700块。加进去过后，它还是最便宜的，因为320 Sport 呢要从265千起，比它贵了47,000块。如果是这个 BMW X1 的话，也要从250千起，所以218千218，诶，刚刚好，我这个数目是218对218，它让很多人能够用更加低的价格购买一台 BMW， 所以它也会是很多人的人生中的第一台 BMW， 但因为它叫218，就跟上一代一样，它用的是 1.5 L 3 cylinder 的 turbo 引擎，搭配 7DCT， 所以它只有156个 PS 跟230 Nm， 0到100 8.6秒。开起来怎样？驾起来跟上一代会不会有差别？它跟上一代的差别又是什么？我知道很多人会觉得上一代的比较好看，但是关于它的车头造型、它的车尾造型、它的 front grille 的造型，这个我觉得网上太多不同的意见，我觉得很 subjective 啦，很怎么讲，很主观的东西。你觉得好看就好看，你觉得不好看就不好看。因为以前的 crane grille 它可能是一粒一粒的，或者它可能是一条直线的，它现在这个它又有直线，它又有斜线，就几个 shape 堆叠在一起。我们看到最新的 BMW X3 也是用了这样子的一个造型。要时间接受了，当然如果你选择不同的 body kit 也会有改变它的车头造型这样子。所以事不宜迟，我们就进入今天这一集的影片。And 影片开始之前，如果你还没有 subscribe， 记得 subscribe 我的 YouTube 频道。Let's go。 OK。So 跟第一代的2 Series Grand Coupe 相比，这个第二代的2 Series Grand Coupe车身加高了25个 mm， 加长了20个 mm， 但是这个20跟25，可以忽略不计了，因为你坐在后面就是跟之前那个感觉非常的像就是头部几乎没有空间，这直接坐直接动到。我身高是178个 cm，因为 Grand Coupe 之所以就是 Grand Coupe 而不是 Sedan， 就是因为它还是一个 Coupe Light 的线条，但是因为它有4个车门，所以 BMW 叫它 Grand Coupe， 所以4 Series 是Coupe， 但是它有4个车门的就叫4 Series Grand Coupe， 以此类推啦。当然，我坐在这边看着前面这个座椅的话，就让我想起了 BMW X1， 因为最早 BMW X1 的时候就是去强调这个椅子的包覆感全部都做好。然后你坐在这边的话，中间会凸起来，那你可能会好奇说，2 Series 不是一个 front wheel drive， 为什么这边还会凸起来去装那个传动轴？因为它还有一个4轮驱动的版本，那个是performance 版本的啦。但目前这个不是，但后面有冷气出风口，2个 Type C 的接口，坐在这边也可以伸手去后面拿东西。但是因为它不是 hatchback 嘛，所以如果你要把这个椅子放倒，你要开 boot 去后面拉那个 handle， 它才会放下来这样子。这个没有记错，3 Series 好像也是有类似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天窗肯定没有啦。所以我觉得坐在后面就是很压迫、很挤啊。OK， 车身蛮低的到我的这边而已。最精彩的部分来了 ，Start Engine。OK， 注意到吗？你每一次在 Start Engine 的时候呢，那个 Engine 它好像在推你这样子啦。OK， 这个是3 cylinder 先天性上的一个特征。所以，因为我已经知道它是一个入门版的 BMW， 它是一个售价最亲民的 BMW 4门轿车，所以我对它的 expectation 非常的低。只要它有一点点设备，我都觉得哇，最便宜的 BMW 也有这个东西啊。打个比方，像2个都是电动座椅，而且这个座椅呢，它是有2个 memory seat， 那这个非常重要因为通常这类型的车子，它不可能只有一个 driver。老公一个 position， 老婆一个 position， 女朋友另外一个 position， 就是你每次上车，你不需要再重新调过椅背前后啦、高低这个东西啦。老公上去按1，老婆上去按2
当然，因为它没有 M Sport 套装，所以它就自然没有掉那些 BMW M 的条纹啦、三色等等啦、M Sport Steering Wheel 啊，这个可以理解的。然后这个方向盘就跟我们在最新的X1、X2 看到是一样的东西。然后它虽然是一个最入门的 BMW， 但是它同样是 BMW Operating System 9，俗称 iDrive 9.0， 所以它是一个曲面式的荧幕 BMW Curve Display， 差别只是这个比较小，这个是 10.25 寸，不是那个14寸的，然后再结合一个 10.7 寸，形成一个曲面式的荧幕。那音响系统的话呢，它就只有100瓦6个 speakers 的 stereo 音响，它不是 Harman Kardon， 更不要讲什么Bowers Wilkins 啦，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就是入门就是亲民嘛，对不对？然后在这边也跟 X1 一样取消掉了 BMW 的旋钮，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实体按钮跟一些拨杆这样子的东西，一些怎么讲，就是没有鸡腿式的那个 gear knob 了啦。也是一样 Type C wireless charger， 我觉得真的不会有那种肉酸的感觉啦。OK， put it this way。因为这一次的新时代的 BMW One Series、Two Series、X1、X2， 他们都主打标配 Veganza。OK， 就是它没有使用动物的皮革，讲不好听叫做 synthetic leather 啦，合成皮革。但是同样是 synthetic leather， 你叫它 vegan sounds more atas， 听起来比较高级，听起来比较纯素，听起来对环境比较 friendly 这样子啦，所以它叫 Veganza。当然如果你买到 performance 版本的这个车型，它还会有 Alcantara 之类的东西。就这样子来看，我觉得是非常非常premium 的车啦 ，OK， 它还是一辆 BMW 千真万确货真价实100%的豪华车的内饰呀，而且它的 plastic 也是软的，全部是软的，没有那种都是软的呀。我觉得 BMW 的内饰有进步啦。OK， 你有2种方式来看它。第一个就是你是一个开了日本车，你可能开 Civic， 你可能开 Camry， 你可能开 Accord， 你可能开 Vios。你想要升级 ，OK， 你可能事业有成，你可能事业小成，你想要告诉身边的人入汤无价 ，OK， 你赚到钱，累完都食，然后你想要用一辆 BMW 来彰显自己的身份、自己的社会地位。然后第二种就是他家里面已经有了7 Series， 他已经有了5 Series， 他可能有 X5， 他可能有 iX， 既然你知道吗，都在那边设备小，不如就买多一个小台的 BMW， 可能动力数据不强，比较容易 parking 的 BMW， 所以这个时候很多老板娘或者很多爸爸买给女儿就会选择这个 BMW 2 Series Gran Coupe。那注意啊，这个2 Series Gran Coupe 跟2 Series Coupe 是完全不同的平台哈，这个是一个UKL 平台，也就是前轮驱动的 BMW M2 那个2 Series， 它是一个后轮驱动的，就跟3 Series 一样，所以这个东西大家不要搞错。所以竞争对手方面啊，这个 BMW 218 Gran Coupe 它的直接对手就是 Mercedes 的 A200 Sedan， 那个最新的促销从216,888块起，所以216888跟218888门当户对啦，价钱也差不多，而且重点就是他们的引擎 engine capacity 也非常的像，那个是 1.3 liter 4气缸 turbo， 这个是 1.5 liter 3 cylinder 3气缸 turbo， 但是它比之前那个F44 的218i Gran Coupe马力多一点，扭力多一点，现在有150多个158个 PS 跟230 Nm。它真正的价值并不能够用这些数字来衡量。你听起来218千才150多匹，有没有搞错？是不是有问题啊？买这样少，但是你真正坐在驾驶座上面，催促油门，当它的力水来的时候，当它的这个等完 turbo lag， 它的扭力 kick in 的时候，你就会 feel 到哇。那个东西可以揉成一团丢掉，因为那个不重要 ，OK？ 因为你觉得150多匹很少了，是不是？没有，在欧洲市场，在一些排放法规跟一些税务机制的限制下，甚至还有125匹的，可能116还是216之类的车型啦。但我要讲的是这个车子当我一准备要拿它的时候，我觉得它的话题就是它是 the cheapest BMW。The most affordable 4-door sedan, the most affordable 4-door BMW， blah blah blah。
这是一个切入点。所以在我还没有试驾它之前，我有一个先入为主的，就是它是一个 Gosong spec。可是当我一坐进去来车子的时候，我一 start engine 出了路口之后 ，Oh my God，OK，你抓着这个方向盘，跟 BMW iX 几乎是一样的方向盘，跟 BMW X1、X2 几乎是一样的这个BMW Curve Display 曲面式萤幕，BMW 的 Operating System 9 iDrive 9.0 有 Wireless Apple CarPlay 这个东西，然后你就会想，它哪一点歌颂？它哪一点看起来歌颂？它一点都不歌颂。我觉得 compare to 其他的品牌啦。BMW 的入门车型是最不像入门车型的。怎么讲？你虽然你买一个2 Series 或者你买一个1 Series 啦，你可以用到7 Series 的东西，你可以感觉到5 Series 的操控感，你不会觉得自己在开一个低等的 BMW。No such thing， 没有所谓入门的 BMW。每一台 BMW 的路感都很强，每一台 BMW 的 feedback 都很强。我觉得打个比方啦。你现在你买一辆 Toyota Vios 跟一辆 Toyota Crown， 或者你买一辆 Toyota Vios 跟你买一辆 Toyota Camry， 引擎变速箱不同是肯定的，底盘不同也是肯定好的。但是那个 Operating System 啊，车子的大脑，你懂吗？车子的 Infotainment System。Oh my God， 这个车子啊！我昨天开回来的时候我越开越快，越开越快，越开越快，越开越享受。然后因为它是前驱啊，它整个 setup 就会，它前面的车头比较短，所以你一直觉得你好像排队。有些人排队跟前面的人会留2个位置的嘛，有些人排队就贴着人家的嘛。所以你坐这个车子跟3 Series、5 Series 最大的差别就是，你觉得你跟前面的车子离得很近。前驱车就是会有这种来过来，再来，我还要。那如果你加3 Series、5 Series 车头比较长的，你就会越加越慢。所以有时候以前我不懂，我在 highway， 我以为我加波段很快，我可以跟 BMW 我很开心，不是，是因为人家太舒服了。所以218 Gran Coupe 它是一台年轻的车，这个年轻不是说因为它便宜，年轻人能够负担，不是，是因为它带给你的这一种驾驶感是年轻人的个性。好像你看我们过路棒30多，你听得到，你感受得到。所以3气缸引擎它就是天生不平衡，它需要透过一些东西来固定它，一些很强的 engine mounting， 但是它就是不平衡。这个东西大家要接受，这个是 physics， 这个是物理来的，它就是不平衡。就好像你一个4方形的桌子，3个人搬。它就是不平衡，你3个人一人搬一个角，它怎样都是不平衡。你3个人很有力，某一个人出比较大力都不能，因为你3个人去搬一台4个角的桌子，它就是不平衡。所以3 Cylinder 天生的不平衡，加上 Turbo Lag， 它就会一直给你一种等一下那种感觉。OK， 这个是很对我来讲是驾轻就熟了，因为我们都知道我自己家里有一台 1.0L 3 Cylinder Turbo。还是 Dry Clutch 我开了，我看有150千15万公里的mileage，所以非常熟悉。我知道它几时来，所以我不会急，我不会觉得这么踩了不会去，因为它就是这样，它明明就是这样，你知道吗 ？Turbo Dual Clutch 3 Cylinder 这个 recipe 我每天都在吃，加速来了。我知道你有驾驶模式，你可以去到Sport Mode， 然后你可以去到 Lower Mode Lower Gear Go。你看2个轮的 bicycle， 2个轮的 motorbike， 你驾慢的时候啦，5啦10啦，它很不平衡，好像踩脚车这样啦。可是当你的脚车慢慢时速上来之后越踩越快，那个脚车就越来越稳。所以这台车子也是一样的道理。首先它车子轻 ，right， 然后它的引擎也轻，震动也多。但是这种震动当你震动得快的时候，你快转的时候、高转的时候，它就 stable 起来了。Go。It took forever. Brake. 没有 pedal shift， 我现在才发现到。
不能到 shift 不能听到嗡嗡嗡嗡嗡的声音。那根据数据上呢，这个218 Gran Coupe 0到100是 8.6 秒。那可能有些人就奇怪，为什么我看到有的国家有的市场它是7点多秒的、7.9秒的，为什么会这样子？那因为在一些市场呢，这个 1.5L 三缸引擎啊，它是配有48伏的 Mild Hybrid 系统，所以这个第2代的2 Series Gran Coupe 它的220不是 2.0L 啊，它的220是 1.5L with 48伏的 Mild Hybrid 系统，所以这个也会影响它的起步表现跟它的0到100加速等等。但是这个车子的 Top Speed 极速是可以去到230 km/h， 然后油耗方面呢，它是 6.3L per 100 km， 就是1个 L 可以行驶15.8公里，所以我一上车的时候，哇，这个油表写834公里，我吓到了嘛，因为我过去都是驾电动版的 BMW 嘛，哪里可能会看到8字头的？我一看到哇，830多有可能嘛？而且它的油缸也不大，它的油箱是42L左右啦，哇，40多L走800多，有没有可能哦？有没有218的车主可以分享一下？说现在我们就准备要从慢车道去快车道，我就踩油门，5000、6000转，当它的3000 RPM 够到4000 RPM 的时候啊，它够上去，但是你觉得这个动力还没有去到它的车轴，它来的时候啊，它才来 ，Go。BMW 就是 BMW 啊！你看你抓着方向盘，非常有信心。你知道车子在做什么，你知道你转了左边它会去哪里，你知道它在做什么，你要摆左摆右等等。但是我开着之后呢，我就发现到它有一个缺点，也不可以讲缺点啊，就是它有一个先天性的，就是这个车子啊，它开起来给我一种 Golf 的感觉，一种 Hot Hatch 的感觉，因为它很好摆，一蹬就1秒，而且车子轻啊。虽然3缸不，它3缸轻嘛，所以你看你摆，understeer 很正常吧？它是压着马路出的嘛，压着出的。可是每当你出弯的时候啊，它有那一下的嘛，那一下就是因为它的车身太长了。首先，它的车身比上一代的这个2 Series Gran Coupe 加长20个 mm， 但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因为它还有一个叫 1 Series Hatchback。所以那个 1 Series 比它短了156个 mm， 但是轴距一样啊，轴距同样是2670个 mm， 所以在轴距相同的情况下，你的车子短了156个 mm， 这个 BMW 才真正能够达到它那一种 hot hatch 的感觉，因为它基本上就是一个 hatchback， 但是它要卖给更多人，它就做 sedan， 就好像 Mercedes 已经不卖A-Class Hatchback， 你可以，你 CBU， 但是它本地组装就只是组装 A-Class Sedan， 因为马来西亚人要买 Sedan， 马来西亚人不要 Hatchback， 就跟上一代的这个 BMW 2 Series Gran Coupe 一样，我觉得它没有因为它是一个入门 BMW， 它没有因为它是一个亲民的 BMW， 它就牺牲掉它的操控，它就牺牲掉 BMW 的 driving pleasure， 没有。你买到 BMW， 它就是 BMW， 没有什么叫做歌颂的 BMW， 没有什么叫做阳春的 BMW。加速，啊哈！当然，影片的结尾有一个题外话，你知道我一直都叫218、318、012、013、014、015、016、017、018、019，我从小我就是这么念的，数字的1我是念1的。可能因为我在新山长大，可能因为我从小看新加坡的电视台1900、112、6868 whatever， 我一直都是念1的，我觉得没有问题。然后我在2015年搬来 KL 的时候，然后我就发现到为什么有时候我讲1这个字的时候，人家会用侧眼看我，或者人家会抬头看我，好像很少听过人家讲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啦。你知道吗？好像军用的套码这样啊，他们0叫动的嘛。所以110叫11动，当然我讲
110、1000，我不会讲100、110、1000啊，我不会讲这样子的东西啦。加速，真的要等，它就是不会来。但是它来的时候呢，你就不要给它停下来哦。所以你开小 CC 引擎，你开小马力引擎，有一个驾驶习惯就是你不想要慢下来，因为当你慢下来之后，你要重新回到那个速度之后，你会不舍得，你会不甘愿，所以你就会有些人就会一直霸着那个车道，他不要让，因为我让了你，我要重新回到我要的 speed， 哇，很费力，很吃油，很大声，我不爽。OK， 那如果你开一个电动车，你开一个 BMW iX， 你开一个 BMW i5， 你开一个 BMW i7， 我让你过咯，我下1秒我就回来了，所以还是有差别的啦。如果你要讲，知道吗？车子只是代步工具，然后 no， 车子不只是代步工具，车子是你灵魂的一部分。喜欢影片记得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靠 like 一下 Facebook page，and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我是戴主义，我们下期影片见 ，Let's go。